你好，我是 Alex 阿力。我们今天的内容呢非常的重要，是我这最近的一段时间思考了很久的一次的总结。如果呢你想在下轮的牛市翻身，提升一个阶级，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视频。我们今天主要来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呢，就是韩国最大的财团三星集团正在筹备在2023年开合规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前我们聊过啊，三星在今年通过了13次投资加密货币的这种相关领域啊，那么现在又要开这个交易所了，那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我们等一会儿会揭晓答案。第二呢，就是美国总统拜登今天签署了免除学生贷款的一项法案，在未来10年内将免掉3000亿美元的学生贷款，这对整个市场来说意味着什么？第三呢，也是今天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将在节目里面列举一些图标和数据，告诉你该行动起来了，是时候呢打个漂亮的翻身仗了。好，我是 Alex 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技术，视频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点点滴滴的影响。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啊，8月22号，据 Newspam 援引匿名行业人士报道，7家韩国大型证券公司计划明年上半年设立加密交易平台，未来资产证券和三星证券是这7家公司之一。这些公司已初步批准并成立公司来运营加密交易平台。这个消息出来后不久啊，三星就出来辟谣了。辟谣的整个的新闻的报道我也看了，但是呢没有发现他们去全盘否定这个媒体的报道，只是说为时尚早。为什么说为时尚早呢？因为韩国政府呢正在酝酿相关的法律的条款，这个时候呢你不能抢在政府之前宣布自己要成立加密交易所。三星是韩国最大的财团，大到呢可以控制整个韩国 GDP 的20%以上，再加上其他控股的一些公司，三星财团呢在韩国应该是能够影响很多政府的决策。所以说即将出台的韩国的加密相关的法律条款也是会迎合三星集团的条件的，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前几天在讲全球各大巨头啊都在布局加密行业的时候，讲过电子巨头三星以9.79亿美元的13轮投资领先。如果说之前的加密货币他们不理不睬也就罢了，但是目前 Web 3.0 将颠覆整个世界的时候，他们不参与就会死得很惨。目前韩国市面上流行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大都是别的国家的，站在战略角度来讲，韩国政府也是非常迫切需要有三星集团出面做一个交易所出来，基本上呢可以确定是明年上半年。刚才新闻也讲到了，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今天的第3部分呢会给你揭晓答案。我们今天聊三星这样的大财团，以及前几天提到的谷歌、高盛啊，这种腾讯呀，这种 PayPal巨头公司都在布局加密行业，到底对这个行业有怎样的利好呢？我可以告诉你啊，是非常大的利好。如果你想布局你的资金，你将会在下一轮牛市啊彻底的翻身。这部分我们将集中在视频的第3部分一一揭晓。接下来我们来聊今天的第2部分。美国总统拜登今天签署了一项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被号称史上最大规模的单人可获得学生贷款减免。根据新规呢，如果借款人的年收入低于12.5万美元，或者是联合报税的夫妻呢低于25万，那可免除高达1万美元的联邦学生贷款的债务。除了符合以上条件，如果借款人在高校获得了联邦佩尔助学金，拜登政府呢将对其免除的学生债务呢可高达2万美元。媒体称呢，佩尔助学金旨在帮助低收入的学生承担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每年约有1/3向联邦政府贷款的大学生获得了该助学金。其实这说白了就是变相的放水啊！我们之前多次提到过，今年的11月份是美国的中期选举，为了笼络人心，目前的政府呢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去放水啊！即便是美联储目前呢一直在加息的这个周期之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案呢到底会带来多少资金的放水啊？美国教育部的官员估算，新规将惠及大约4300万人的这个借款人啊。那么如果说每个人能够免掉1万块的话，那这就算下来就是4300亿了2000万人的学生贷款的债务将因此彻底的免除。未来10年内学生贷款的减免的规模呢将达到3000亿到9800亿美元。而高盛认为最大的受益者是中上层的阶级，虽然超过4300万人拥有近
1.6万亿美元的联邦的学生贷款啊。那么目前整个美国呢，我们也看到了有1.6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当然了，不会全部都给你免掉，至少目前呢会有3000亿美元的放水。这些放水呢，最后的钱会流到哪里呢？我认为呢会刺激一定的消费，甚至的刺激投资，最后资金呢都会进入到金融的市场，这就是美国政府间接向高通胀的一个投降，变相大放水的一个开始啊！我相信啊，后面还会有继续类似的放水的出现。那么只要放水，比特币就会跟着涨，就会利好整个的加密行业。另外呢，摩根大通的策略师表示啊，美联储可能会在9月进行最后一次大幅度的加息，从而为股市在下半年继续上涨奠定基础啊。那么他分析的是股市啊，我们分析的是加密货币啊，其实也是有联动的啊。但是他们认为在9月加息之后呢，预计美联储不会再有令市场意外的偏鹰派的行动啊，我们拭目以待一下。那么也请大家继续看我们今天的第3部分的内容啊，也许呢将改变你的一生。我们第3部分的内容将通过一些图标和数据向你展示目前比特币的位置啊，以及分析一下这个熊市到底还要走多久。最后呢，我会告诉你怎么操作。首先呢，这个图片显示出来目前在交易所内的比特币的余额，大家看黄色的线的这个趋势，你会发现这个黄色的线呢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什么意思呢？交易所的币呢越来越少了，老观众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交易所内的这个币啊流出去，流到大家的冷钱包，那么就意味着被砸盘的这个概率呢就会降低啊。那么意味着砸盘的币越来越少，也就是越来越接近这个大底。我们不能够精准的预测出来什么时候什么点位是大底啊，但是基本能够根据数据判断出来底部的大概的一个区域啊。当然了，大家也不可能抄底抄在最底部啊，记住不要贪心。我们继续看这个图片啊。那这个图片呢，是我最敬佩的酒神的定投抄底的指标啊，目前的位置是在红色线的下方，抄底的阶段。如果说点位呢在红色和绿色之间，就是你要定投的这个区间啊，所以说目前大家要干什么呢？就是抄底，对吧？好，那么接下来这个图片呢，很多老观众都很熟悉了，我以前在视频里面多次用到。这个图片呢，这个指标是比特币2年的平均移动值和这个均线的5倍的这个区间的线啊，用来指示逃顶或者是抄底啊。目前的点位是绿色区域，抄底的信号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指标也都分别显示出来，目前的点位就是抄底的区域。那么大家这个时候啊，切记呢不要恐慌，别人恐慌的时候，你应该去贪婪。那么如果说你的资金量很少，想在未来的牛市赚取一些改善生活的费用啊，只有一个路子，那就是持续场外挣钱，坚持定投。定投的时候就参考我们刚刚讲到的酒神的定投的指标，高于绿色的部分呢就停止定投，这样你在下一轮的牛市不会翻身，但是下轮你就攒够翻身的资本了啊。如果说你有这个部分的可操作的资金啊，想在下轮牛市中彻底的翻身，提升一个阶层的话，让你的孩子呢直接变成富二代，那没有别的更好的更快的方法了，现在就开始抄底。但是要记住啊，不要满仓操作。如果说你对资金配置有任何的疑问呢，可以加我的会员群，找我1对1的咨询指点。那么会员群还有10倍甚至100倍的潜伏的这种指南啊，我会用最科学的方法教会你怎样合理配置资产，怎么样去规避风险。那么接下来看这张图啊，这是本周的链上周报给出来的，大家看红色的区域啊，代表已实现的亏损正在逐步的减少。当这部分红色部分变成绿色的部分，也就是这个下一轮牛市开启的时候，我们看前面的红色区域大概持续了11个月，所以刻舟求剑一下，我们还有5个月的熊市的底部的时间，算下来也就是明年的上半年开始复苏，也就是我们前面为什么说三星啊这些证券交易所啊会在明年的上半年开始做加密货币的交易所，大公司做什么事情呢都是这么的有理有据，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啊。说话做事呢也要有理有据，有数据有图标啊。很多人都说现在 all in 梭哈呢会怎么样，我的回答的是你一定会后悔啊，all in 的太早。但是如果你现在只观望甚至离场呢，肯定是不对的。熊市中后期的特征呢已经慢慢的出现了，该抄底的时候不抄，活该你穷一辈子啊，活该你看到别人翻身。大家要记住啊，目前仍然是加密货币的早期的阶段。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对加密货币非常的痴迷，你也可以抓紧时间学习起来。我们前面讲到的三星、谷歌这些财团呢，也是不久前才进场的，但是一旦等他们将所有的量化指标都建立起来之后，基本上呢就是没有普通人什么事了。我们这一批可能是最后一批能够
通过加密货币提升自己阶层的人啊，以后一旦这个窗口关闭就非常困难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最后的时间把视频呢分享给你关心的人。那么我也会在将来的节目里面继续跟大家分享我思考的心得啊，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不会在节目里面随便给你画画图啊，给你讲什么缠论的玄学啊，也不会教你去做合约让你赔得倾家荡产啊。我相信看我视频的大家呢都是有家有室有担当的朋友啊。既然这样，我们就要求一个稳字，稳中才能求胜，一步一步来啊！没有机会的时候就趴在那儿瞄着啊，有机会了一定不能轻易放过。如果说你对自己的资金配置有任何的疑问，欢迎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进会员群进行1对1的咨询。好，以上就是今天视频所有内容了。如果你感觉对你有所帮助，请点赞这个视频并转发给你的好朋友，让这个订阅我的这个频道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市场呢，把这个加密货币推广的更多一点。希望你能够跟我一起进步，共同发财。Peace。